次 WBC 经典赛呢，从中职的5队中挑选了21位女孩，在主场为中华队加油。就让我们也一起加入应援的行列吧。啦啦队的服装啊，一直都是球迷关注的焦点之一。不得不说，啦啦队真的是怎么穿都是腰瘦腿细。而如果你是一般的球迷，要帮中华队加油，该怎么成为最亮眼的那一朵花呢？你们知道啦啦队的应援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吗？而除了我们熟悉的中日韩应援之外，你还知道其他国家有什么特别的应援文化吗？钱钱没有不见，你有你的选择权。大家好，我是西西呀。原本台湾的职棒应援文化受日本的影响，以喇叭乐队、鼓和拍手成为棒球应援的基础。日本的应援文化是由学校的社团课外活动发起，所以啦啦队的服装啊是由学生服变形而来的。里面可以发现到很多日本的制服元素，像是百褶裙、水手领、线条。而韩国的啦啦队文化呢，影响台湾更加的深远。韩国啦啦队的形象啊，更像是一组女团，多变的服装、活泼的律动和舞蹈口号，也是现在中职的主流。从2013年之后呢，乐天桃园队吹起了第一股韩风，除了音乐形式有改变之外呢，服装啊也跟着变得韩系了起来。其实啦啦队呢，最早的源头啊，可以追溯到早期的部落社会，为了要鼓励外出打猎的猎人跟战士，用欢呼跟手舞足蹈的方式来提振士气。但是后来啊，则被广泛的运用在运动赛事上。嘿嘿，想不到吧？北韩啊也有啦啦队哦。北韩的啦啦队呢，还被称为是比核弹更强大的武器。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夫人李学主婚前呢，也曾经是一位北韩啦啦队的队员。但是你们以为啊，会看到北韩啦啦队穿上清凉的队服吗 ？No No No， 人家穿的可是韩服哟。其实要被选入北韩的啦啦队有非常严格的条件，除了先看长相、年龄外呢，身高还必须要超过163公分。其次啊，是家世背景良好，比如说呢，家中没有脱北者。最重要的呢，是思想必须要过关。我怎么觉得好像不是很意外啊？再来呢，就是北韩的啦啦队员必须要会弹奏乐器，同时还要来自艺术团或者是精英学校，像是金日成大学。这筛选下来，可以说呢，真的北韩啦啦队员呐，都是万中选一啊。不管是台湾还是前面提到的日韩啦啦队的形式呢，都带有一点美式的风气，没有错。最早的应援文化呢，就是源自于美国，从美国开始广泛的传到了世界各地。因为不同的文化影响跟民族性有了不同的发展，但是像是拿彩球啊、翻滚、抛飞、叠罗汉都是美式啦啦队的特色。最早的啦啦队是来自于普林斯顿大学的美式橄榄球队。但是你知道最特别的是什么吗？你们一定想不到，美国的啦啦队呢，在第1次世界大战之前，其实是由男生组成的哦。因为呢，美国啊是个重视荣誉的国家，当时的啦啦队是一种类似于兄弟会这样子的荣誉俱乐部。讲到俄罗斯美女呢，大家肯定都会想到的就是有手内捧逆天长腿。而为了不要浪费这个身材的优势，俄罗斯的啦啦队啊，可以说是最妖娇的啦。在跳应援时呢，全队穿上高跟鞋跳应援，连动作都是超高难度。不过这边有一个有趣的事件跟大家分享：俄罗斯呢有一支曲棍球队解散了自己的啦啦队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为了要营造队上的友善家庭气氛。因为旗下的啦啦队真的太辣啊，担心球员的老婆会嫉妒。因此解散了啦啦队，让球边的啦啦队粉丝真的是超级难过的。既然想要当球赛中最吸睛的女孩，那我们当然要参考的是最红的啦啦队员们。什么？你说不公平？你说他们有制服，我们会输？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当然不会输在起跑点上啊！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就要用 WBC 官方推出的球衣来穿出啦啦队女孩的青春活力。为了配合美队的应援色，应援服装的颜色呢，通常都是鲜明的亮色。基本上亮色搭配白色的衣服呢，就是百搭。
啦啦队员们的诀窍就是肚脐上方10公分绑出一个结，正面看起来像是一个倒 V， 可以露出小蛮腰，又可以修饰线条。如果你真的很怕肚子着凉的话呢，也可以像林香一样，直接把衣服扎进高腰的短裤，再系一条皮带，看起来也是一种利落的感觉。短裤的选择呢，也是有诀窍的。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胶阿咖，我们现在请你马上快转20秒。反正呢，胶阿咖就是很神气，你随便穿一件白色的短裤就可以出门了哈。但如果呢，你对自己的大腿没有自信，也不要灰心。咱们的啦啦队女神圈圈呢，也不是传说中的竹竿腿，但是更迷人的就是她的浓纤合度。仔细看呢，可以发现圈圈的白色短裤在腰部到臀部的线条都是完全贴合的，但是在大腿收口的地方总是会巧妙的留3公分左右的缝隙。不管是用开叉的方式，或者是裤型本身，而且这个位置呢还会刚好落在大腿最宽的地方，视觉上看起来腿型既修长又漂亮。而只要掌握这个诀窍，夏天就再也不用担心穿短裤出门喽。像我今天这样子百褶裙搭球衣，是不是看起来很青春呢？不要我说是哦，百褶裙的颜色选择很多样，选择跟应援服同色系的，可以延伸整体的比例，看起来就像是套装一样。而选择对比的色系呢，则看起来有一种撞色的活泼感。不管如何都是一种青春洋溢的表现。而微微散开的裙摆也不用担心腿型，穿搭的方式呢就更简单了，直接扎进去，或者是像我这样子在前面绑一个结都可以哦。最后一种方式，我们就什么都不要管，什么都不要做，直接给它来个下半身失踪。买应援服的时候呢，可以选择大一点的 size， 像短巾这样子，直接来一个下半身失踪。而且买一件衣服还可以跟另外一半一起穿，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划算呢？10几年前呢，台湾的职棒受到假球风波的影响，发展停滞到几乎要瓦解。资深的球迷也因为对职棒失望而不愿意买票进场看球和应援。在2013年迎来了 WBC 的经典赛，在台中的洲际棒球场开打。球员在场上努力奋斗的样子，不但在场上创下佳绩，好几个激励人心的时刻也随着转播打动了电视机前面的台湾人。一时间，全台湾跟着球员挥棒打击而沸腾，更因为棒球而凝聚。更有大批的球迷深受感动而回到了球场上面来支持球队。由4支职棒应援队共同结合而成的台湾棒球应援团，以喇叭、小号和鼓声结合演奏的棒球应援曲，带动了气氛。场边不分男女老少，自发性的加入应援，整座球场传来整齐划一的敲打声，搭配满场球迷齐声的呐喊跟汽笛声，发挥了地主的优势，鼓舞选手的士气。在球迷热血的支持下，中华队在2013的经典赛首战就获得了胜利。拿下胜利的瞬间，全场爆发出了狮吼，一举带动了全台棒球风的热潮。而一首兄弟战歌更是唤起了球迷看棒球的回忆，在场边或是电视机前疯狂的参与应援，凝聚球迷对台湾国球的感情与认同。又到了凝聚台湾人的时刻啦！没错，今年的 WBC 要开打了。今年 A 组的预赛就在台湾举办，而我们既然有了主场的优势，大家当然要一起来为中华队加油！举办的地点呢，就在台中的洲际棒球场。如果你没有办法到现场的话，东森新闻台也会有转播，一起来应援中华队前进东京巨蛋吧！去你的年，我是西西亚。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欢迎留言跟我们讨论，也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或者是追踪我的粉丝团哦，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资讯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